有一直很孤单呢。别闹，动，别闹，老大，别闹了。你笑什么？他们把我想闹完了。对了，我有个问题，这个什么什么博士，他在研究什么新品种啊？为什么不能在上海附近的实验室，要绕到山东潍坊的实验室呢？你看人家一下，老大，我就想问这事儿来着。其实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你看人家老大，啊，大清早的把我们叫到这儿来，什么事情都不知道。恋爱中的人呐，智商为零。等会儿巧了不就知道了吗？喂，哎呀，别再闹了，我没闹，有动静。快点，出击！走！千叶伯伯，走！开枪啊！对不起，那人现在不能死。有什么理由不能死？我不能说。那就让开。除非你杀了我。氟乙酸剧毒。全夫就是被这个杀死的。小日本之前一直研究的就是这个东西，这怎么处理啊？这玻璃瓶得挖个坑深埋，2辆车呀就炸毁了吧。千叶伯伯，千叶伯伯，哎，放下枪！你是？世千寒。
你是谁？啊，我们是好人。你看我们长这么面善，我们就是好人。Hero， Chinese hero。我们得到消息，因为你发布了太多对日本人不利的消息，他们决定杀一儆百。我们是来救你的。你们是雅典娜？这里不安全，不宜久留，我们先走。Let's go，Let's go。来，走。来。你们上当了！是你？你说什么？这个记者被日本人收买了，他会泄露你们的行踪。他刚刚被日本人打伤了腿，不可能被收买的。没工夫跟你们解释。我说的是真的，我在小田办公室听到的。这个记者他已经被日本人全。喂，他们这是什么情况？不知道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你问我这个问题，还不问我怎么减肥呢？不如你们放我走吧。 No。喂，你打我！就打你！你居然劫杀抗日人士！你不相信我？我相信我看到的，我看到你这个日本博士，我看到你对日本领事馆那么了解，我现在又看到你杀了一名抗日人士。都有人来了！隐蔽！那他怎么办？抬回去！走，快！日子！跟上，进去看看。哎。这血是新鲜的，还没凝固。你是说，
那个记者的意图被雅典娜给识破了，然后把他杀了。有这个可能。那么我们怎么向小田秘书长交代呢？按照原先计划，把他杀了，然后丢到报社门口，这样，秘书长要的效果就达到了。可是你呢，偏要节外生枝，说什么收买他可以引出雅典娜，然后把他们一网打尽。哼，现在好了，连尸体也找不到。那我们下边该怎么办呢？那你有没有看到雅典娜的样子？我只看到一男一女，不过2个人都蒙着面，我看不太清楚。那你就不要怪我的办法没用，是你自己没用。你走。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我送你回琉璃宫吧。滚！不滚，滚！不滚。对不起嘛，我哪知道那是个卧底呀？你不跟我说，我哪知道那么多呀？我怎么没说？你不相信我还打我？是我那个，哎，那你要实在还是生气的话，今天晚上我好好补偿补偿你，怎么样？啊？讨厌！哎，你别走啊你！哎，过来过来过来！走开！你让我亲亲，快过来！烦人！徐峰，我们先进去，然后。前边东西挺复杂呀。长官，全关。不是切断电源了吗？不知道，难道有应急电源？我们分头去找。走，这几个人交给我，小心。
承诺，你怎么坐这儿了？夏，这道墙机关重重，我刚才差点被这些石头夹死。机关？啊？没有啊，你不会是看错了吧？啊？难道我刚才看见的是幻觉？换你个头啊！要不是我切断电源，你早被石头夹成肉饼了。原来不是幻觉啊！哎，吓死我了！哎，老大，我先来。老大，哎，没事了。走吧。难怪小天那么淡定，原来这里面是个天然的保险箱。里面还有可能是个迷宫，里面肯定还有机关。最起码说明我们没有走错路。可问题是，我们切断了电源，又破坏了应急电源，里面怎么还有电呢？你问我呢？哎呀，进去就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承诺，承诺人呢？承诺，老大，余夏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跟我走。等等，承诺他们还困在里面呢。没关系，我已经把机关都关了，他们不会有危险的。走。藏在什么暗格里面啊？这里没有密室，也没有暗格。奇怪了。
你触动警报器了。小日本，那么狡猾。速战速决，看谁快。滚！走。档案馆五顾停电，小队长为什么不派人查找原因？因为当时我人在里面，打电话到门卫，值班的士兵告诉我，那里轮夜的技师已经下去查看了，所以我就等了一会儿。档案馆那么重要的地方，小队长居然决定去等。后来我觉得不放心，我就下去查看。可是我刚到楼梯口的时候，就听到了警报的声音，我就又回到了档案室。因为显示警报异常的是绝密机要室，我就带人进入了机要室。可是我们赶到的时候，值班的卫士已经死了，闯入者已经离开，所以我们又折了回去。士兵通报说2名闯入者在底楼，我就又带人下去拦截。只有2名闯入者。是的。那就搞得你们鸡飞狗跳。你是在拦截的时候受的伤？是。有看清楚对方的脸吗？当时底楼一点灯光都没有，再说他们都蒙着脸，根本看不见他们的长相。八嘎！嘿！幸好资料没有失窃，否则我毙了你们这群饭桶！滚！嗨！大总，我有个线索，我想应。大总，根据秘书长提供的线索，夜入档案馆的人很有可能是雅典娜。你有什么意见？我想，我们可以佯装，再运出一次千叶博士的实验品种，同时布下天罗地网，等待雅典娜上钩。
时间和地点呢？既然我们这里的内奸可以带雅典娜混进领馆，倒不如这次行动就安排在领馆院子内，大佐以为如何？好，你去安排。嗨，我这就去安排。是你故意把毒气配方留在现场的。小田秘书长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，但是我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。哈，这么巧，我也刚刚想到一件事。那不妨二位把想到的事都告诉我吧，我来评判评判谁更高明。好啊，好啊。都是密码本，果然是英雄所见略同啊。金基要是翻查毒气配方的绝密资料，我想8成是雅典娜干的。你说他们会不会也在查密码本的下落呢？绝对有可能啊！现在对他们来说，密码本才是最重要的。但是我在想，他们在军部里面有内应，为什么就不知道密码本不在档案馆呢？那也许他们的内应不知道，如今的密码本在宫下的身边呢？不会的，宫下大人收回密码本的事情，全军部几乎所有人都知道。而且严格来说，密码本不在宫下大人身边，他只不过是保管着保险柜的钥匙而已。但那个系统万无一失，应该没人想得到才对。玉兰，谢谢你为我说话。我也没做什么呀，只是实事求是而已。谢谢。玉兰，刚才我看到秋木在下面调动士兵，好像要出门的样子。他建议说再运一次实验品种出去，好演出雅典娜。我批准了，想看看他究竟要干什么。哦，对了，给你看样东西。什么？一定会感兴趣的。你从雅典娜实验室里取出来的？我装成工人混到里面，趁他们不注意偷出来的。好，你需要多少人？1个小队足够了。我给你2个小队，务必一举捣毁雅典娜的实验室。等我好消息吧。这个先放你这儿。哎呦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对不起啊。没事。我回去清洗一下就行了。好。
生物大佐，我是秋木，有事找您，请开门。怎么了这是？完了，眼睛没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在沐浴，他竟然闯进来偷窥，没杀了他，已经算手下留情了。我是问你，你为什么把他的眼睛弄瞎了？他哪里犯错，我就惩罚他哪里。他原本就有一颗很坏的心，我恨不得刺破他的心。江老板的仓库是雅典娜在上海的秘密实验室，藏有博士失窃的实验品种，我们特来查处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啊，什么失窃的实验品种啊？我是闻所未闻呐！哎，再说我这儿更不是什么秘密实验室了。东少啊，您是知道的，这几年我一直跟小田秘书长合作做生意，我干嘛要放着很好的日子不过，去偷窃什么实验品种啊？啊！我也不明白，这个就要问江老板你了。这，搜吧。哎。
老板，怎么了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给我打！打！游戏开始。小姐，怎么和日本人打起来了？是那个纳兰洞，他不分青红皂白，带着大批的日本人闯进我仓库，还打死了我的兄弟们，要查抄违禁物品。你们能不能放了我再比试？行。你走。你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就打我？你干什么把人家仓库给炸了？你没看见仓库里面全是鸦片啊？什么？江老板贩卖鸦片吗？是，气死我了！你简直……赶紧去找陈诺，他被小田追杀呢。等我。小田在附近。陈诺为了引开他，故意被他发现的。放心吧，陈诺会安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小田马上就会到这儿来。这个仓库的幕后老板就是小田。你们去那边找，你们去那边，快点！刚才的爆炸声是从江氏仓库传出来的。哎，是天区左手边第一家那个江氏仓库吗？就是那里。我听说江老板财大气粗的，仓库里养了20多个大手。那你说他仓库怎么还能被人炸了呢？好像说是日本人来炸的。哎，那我怎么听说那个江老板是给日本人做事的？这我也听说过呀，可能是分赃不均，得罪了日本人吧。哎呀，这仓库里呀，报告，什么都没找到。你说他那仓库怎么还能被人给炸了？你们2个到附近的仓库再找找，我去天区再走一下。是。一早上好好的，突然之间这样了，这么多人，这么多日本人，噼里啪啦一顿是啊，是吗？就这样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刚过来，可能得罪人了吧？得罪日本人了？那没。你们那么多人在外面站着，为什么不进去救火？先生，那里面死了那么多日本人，
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我们谁也不想进去惹祸上身呢。就是八嘎！纳兰让我先回来报告情况，他自己去追雅典娜的成员了。雅典娜的核心成员到了几个？2个，都蒙着面。因为当时交战双方的间隔距离比较远，所以没看清楚他们的样子。幸好，当发现他们在转移试验品种时，纳兰和我追了出去，不然发生爆炸的时候，我们俩也会被困在仓库里。为了消灭敌人，宁愿引爆实验室。玩笑开大了吧？
我叫你们开枪了吗？自作主张。老板，那一男一女武功太好了，不用枪我们根本抓不住他们。你们现在已经开枪了，抓住人了吗？人呢？那个女人有没有中枪？没有，老板。哎，为什么要杀我？自己做的坏事还要问我吗？都一样，不用说那么多。今天要不就你死，要不就我死。把枪放下。今天琉璃宫有贵宾降临，你必须马上离开。他帮日本人，你为什么要帮他？可笑！你跟日本人称兄道弟就是天经地义，我帮他们杀几个人就是灭绝人性。难道你只许州官放火？撤！你走不走？二位，今晚琉璃宫确实有一场非常重要的宴会，是耽误不得的。要不这样好不好？林姐就自作主张，我们在琉璃宫的贵宾房开一桌，文斗一样能够决出胜负的。好，我今天就看林姐的面子。纳兰洞，我们就文斗定胜负，你敢吗？奉陪到底。把枪给我。今天的事儿，我会向你慢慢解释。琉璃子，你要多加小心。小姐，纳兰少爷这样到底能不能赌赢啊？必输无疑。东少，准备怎么赌？简单一点，就赌单输。好，爽快。那我就拿双，委屈东少拿单了。你想玩多大？你的命。好，难得东少今天这么有兴致。不过我也不是无下阿蒙啊，你想拿什么当赌注呢？我的命。好，我今天心情好，就陪你玩玩。开局。卑鄙小人！哼，兵。
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，小天君怎么还没有回来？是啊，他很重视这场婚宴的，不会无故错过吉时啊。难道是路上出了什么事情？你让早川打电话回去问问。嗨，不用了，刚刚已经打过了。小天君不在办公室，估计应该在路上。啊？知道自己心爱的女人在昨晚嫁给了别的男人，会很痛苦吧？哼，我倒是迫不及待的想看看纳兰东明天是什么脸色。既然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我们……我只是奉命来配合你做戏的。一旦纳兰东中计，我保你一命。你敢有什么造作，我让你知道黑龙会的厉害。跟你开个玩笑，何必当真呢？玲姐，已经9点05分了，您看这接下去该怎么办呢？林姐，林姐，你们琉璃宫今晚嫁女儿的婚宴还办不办了？就是啊，不办了。可没见过新郎迟了这么久，还没来迎亲呢。真是不好意思，让贵宾久等了。这样，我们琉璃宫正好近期排了一些新的节目，让姑娘们表演一下，一定让贵宾们看得尽兴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看别人表演的节目，今天是琉璃子出嫁的日子，我们要看她的表演，好不好？琉璃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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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琉璃子。琉璃子，要不你穿着吧。琉璃子愿意为琉璃宫演最后一支舞，不过她要准备一下，请大家稍等片刻。琉璃子。
你自愿的，还是他逼你的？纳兰少爷，你不是已经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了吗？你干嘛还跑来管我们家小姐的死活啊？我跟哪个女人在一起了？你说什么呢？你不是已经和余夏在床上抱在一起了吗？连你也不相信我吗？那天是为了欧阳彻，夏很伤心，他要自杀，我为了安慰他才那么做的。相信我好吗？东少，你来的正好，一起帮忙想想办法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田没个交代，人就不见了。现在琉璃宫汇集了大批前来观礼的宾客，一定要琉璃子亲自上台表演舞蹈。可你看他现在这个状态，怎么能上得了台呢？一定要跳舞吗？宾客们都等着呢。要是实在想不到办法，我索性就上台宣布新郎失踪，婚礼取消。那样的话，琉璃宫和日灵馆的梁子就结定了。你怕什么？这本来就是他们的错。刘之子，银丝还在吗？纳兰东，他怎么在这儿？只有一种可能，他最后还是从野村那里知道了小田今晚要与琉璃子结婚的事情。野村这个家伙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看来，领事大人的猜想是正确的。纳兰东确实在跟踪野村，这一点不难猜测。纳兰他是个很有想法的人。他在秘书处工作，重要的情报都是早川和野村在处理，他当然不服气了。他不是也在你面前承认过吗？那天就算你让他去捣毁雅典娜的实验室，那都不是他在秘书处想要得到的东西。他想要出头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除去野村和早川。那以大人的高见，纳兰东到底想得到什么？我还不确定。希望他要的东西和我们想要的不矛盾，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确定，我们要你和小田去分化琉璃子还有纳兰东的策略，注定是要失败啊。